问你哦，在一对伴侣关系里，你觉得最难开口的话题是什么？我想很多人心里的答案应该都是钱吧。没错，就是谈钱。这个话题真的很微妙，它就像一把双面刃，你知道吗？处理得好，它可以帮你们盖出最坚固的信任堡垒，但一个不小心，哇，它也可能引爆最毁灭性的战争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好好拆解这个大魔王，看看怎么用一套很清楚的架构，把这场可能很可怕的对话变成巩固你们关系的基石。好，我们先来认识今天故事的主角阿翔和小雅。你看，阿翔就是那种很典型的务实储蓄派，他觉得安全感嘛，就是来自存款簿上面的数字。那小雅呢，她是活在当下的体验派，认为钱就是要拿来创造美好回忆的。诶，这两种价值观其实都没有对错，但当他们碰撞在一起的时候，就真的很容易擦枪走火。更麻烦的是，他们还各自背负着原生家庭的期待。阿翔这边要给孝亲费，然后小雅那边的父母又希望他们赶快买房。这个场景是不是让你觉得，好像有点熟悉？你可能觉得啊，这有这么严重吗？跟你说，这真的不是小事。你看这个数字就知道。有研究数据很明白地告诉我们，金钱问题是预测离婚的头号指标。有高达20%到40%的伴侣最后分开，就是因为钱吵不完。20%到40%，这数字很惊人吧？这也就是说，我们怎么处理钱这一件事，赌上的可能就是整段关系的未来。所以啦，这就带出了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问题：钱，它到底是摧毁关系的炸弹，还是能够为你们共同的梦想提供燃料？关键完全取决于你们怎么谈，而不是谈了什么。那要怎么安全地走过这个潜在的雷区呢？我们需要一张地图。这张地图就是 APAG 框架。你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，它不只是一个沟通工具，它更像是一套建立公式的蓝图，结合了伴侣治疗很深刻的洞见，还有科学的沟通方法，一步一步引导你们走向双赢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路线图。我们会跟着 APAG 框架的这4个步骤走。首先是觉察金钱背后的情感，接着是辨识潜在的问题，然后我们会掌握具体的行动工具，最终是要达到一个超越妥协的共同目标。好，第一步，觉察。我必须说，这真的是最重要的一步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场成功的财务会议从来都不是关于数字和 Excel 试算表，而是关于去理解彼此内心深处的渴望、恐惧，还有那份对安全感的需求。其实我们每个人对钱的态度都跟我们的成长背景有关，也就是所谓的金钱剧本。你想想，阿翔对储蓄的执着，是不是可能来自一个需要未雨绸缪的家庭？而小雅这么重视生活品质，或许是因为她的家庭一直相信体验比物质更重要。去理解对方的金钱剧本，这不是为了要评判写对写错，而是为了建立那种跨越世代的情感同理，这是第一步。而且这么做的好处是巨大的。根据婚姻研究的权威高特曼博士的研究发现，那些能够坦诚不公、一起管理财务的伴侣，他们的关系满意度比那些避而不谈的伴侣足足高出了40%，40%耶！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差距，也证明了这场对话有多么值得。好，那接着我们来看当我们有了这层觉察之后，我们就能更清楚的去辨识出那些如果一直被我们忽略，就很有可能引爆关系的财务地雷。主要有3大危机，第一个也是最伤的，就是财务不透明。像是偷偷藏私房钱或是瞒着对方刷了一大笔卡债，这个真的是信任的头号杀手。第二个，权力斗争，就是那种每天都在为了这是我的钱，那是你的钱在计较，这种内耗真的超级累人。再来第3个，这个可能最复杂了，就是家庭的干涉。
哎，这不就完全是阿翔跟小雅的状况吗？阿翔的孝亲费，小雅家里的买房压力，如果没有先建立一个我们这个小家庭优先的共识哦，那从原生家庭来的这些期待，就容易变成一个无底洞，把你们的情感跟金钱全部都吸进去。好，我们看清楚问题了，现在就进入最实用的部分，到底要怎么一步一步拆除这些地雷呢？这就是我们的行动工具箱。这里有4个很关键的行动。第一，创造一个安全的谈话空间，比如说约在咖啡厅，而不是在家里那个很容易吵架的沙发上。第二，承诺要完全透明，把所有的财务状况都摊在阳光下，而且要约好，绝对不带任何批判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要建立一个我们这个小家庭优先的公式。第四，设定自动化规则，让钱的事情尽量自动化，这样就能减少很多日常的摩擦。在沟通过程中，有一个心法非常重要，就是当对方在分享的时候，你要刻意避开这个叫做 SAC 的陷阱，也就是不要急着给建议，不要说教，也不要批评。你这时候的任务不是当法官或教练，而是要当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侦探。你的目标是理解，而不是马上解决。这张图提供了一个非常棒的实作方法，叫做混合账户制。很简单，你们可以开一个共同账户，按照收入比例把钱存进去，用来付房租啊、水电啊、养小孩啊这些共同开销。那剩下的钱呢，就留在各自的个人账户里。这笔钱你就可以自由运用，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完全不需要有罪恶感。你看，这个方法就很巧妙地平衡了共同承担的责任感，还有个人的自主权。那面对父母的压力怎么办？关键就在4个字：统一战线。你们必须变成一个团队，对外沟通的时候，永远都要用我们当开头。比方说，爸妈，关于买房这件事，我们讨论过了，决定先噔噔噔噔。记住，永远都不要把你的伴侣推出去，让他在你父母面前当那个坏人。这里还有一个建立信任的实用小工具，叫做无惊吓原则。你们可以先约定好一个金额，比方说3000块，只要是超过这个金额的非必要花费，在刷卡之前传个讯息跟对方说一声就好。请注意哦，这不是在请求许可，而是在保持同步。目的只是为了尊重对方，避免在月底看到账单的时候，心里受到大大的惊吓。那如果在谈话中真的出现摩擦了，怎么办？试试看这个很科学的沟通公式。与其说你怎么又乱花钱，不如换个方式说，我感觉有点焦虑。当我看到这个月的信用卡账单时，我需要我们在大笔消费前可以先有个共识。你看，这样就把一个指责转变成一个可以被执行的请求，对方就更容易听进去了。好的，我们来到 APEC 框架的最后一步，这也是整个过程的终极目标。这个目标远比我们平常想的各退一步嘛，要来得更有力量。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妥协，而是共识。这2个词有很根本的不同哦。妥协通常意味着双方都有点委屈，心里想的是好吧，我勉强可以接受啦。但共识完全不一样，共识是经过充分沟通之后，你们找到了一个双方都真心认同，而且愿意全力以赴去执行的第3方案。这时候心里想的会是，太好了，我们相信这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决定。因为整个 APA7 框架的设计，就是要引导你们完成这个最强大的心态转变，把整个对话的立场从你和我的对立面，转变成我们一起对抗问题的合作伙伴。记住，你们的敌人是眼前的财务挑战，而不是坐在你对面的这个人。那么在结束前，让我们一起来想一下这个问题。为了你们的第一次财务会议，你的第一步是什么？或许不需要马上就摊开预算表，而是可以从一个更温暖的话题开始。比方说，约一个舒服的时间，泡杯好茶，跟对方好好分享一下彼此的金钱故事。这可能就是你们把金钱从炸弹变成梦想燃料的那一个最重要的开始。